呀？这怎么看着像云老板？我看也像。云老板怎么是个女的？这是云老板吗？骗子！这不是骗我们吗？是啊，骗我们的。是你们呀！我之前一直喜欢他。对呀，骗！为什么要骗我们啊？骗为什么呀？啊！我那么喜欢你们，看得出来的。哎呀！管我们之前那么喜欢他。后卫，一人听电，命令云飞燕，慢慢中路阵容，滚蛋，中前蛋，西门戏别处实感，站中吹身条。云老板复出成功，支持男女平等，支持云老板，云老板齐齐开眼，支持一下。今儿上了几成座？都做了，站票演员，还有的老戏送了连帐和花篮。云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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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儿还唱吗？云老板，该穿行头了。不用了。今儿就这么唱。红缨枪，他一个唱花旦的，家里为什么会有个兵器架？这个地方之前是云老板的旧戏班，应该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云老板，上周自杀的那个云飞燕。对，
这个就是小唐春，就是他师妹。死者全身出现尸僵反应，死亡时间应该在6小时以上。死者少了一只耳环。另一个耳环在这儿呢。从窗口来看，应该也是红缨枪形成的。如果凶器是同一个，那也就是说，小唐春先杀了他的父亲，然后在杀他父亲的过程当中，两个人发生了争执，把这耳环抢下来了，然后小唐春再自杀。不对，这具尸体只有腿部出现了尸僵反应。根据尸斑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在4小时左右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小唐春至少比他父亲早死了2个小时？嗯。如果是同一把凶器，先杀了小唐春，再杀了他父亲，那凶器应该留在他父亲身上才对。还有，如果是小唐春先死了，那他父亲为什么要揪下他的一只耳环呢？你们闻到了吗？是桂花米糕和小米粥的味道，里面有人在做饭。嗯。干什么呢？别误会，官爷，是我包的。孩子们吃口热乎的，马上就走。是你发现的尸体？啊，听到院子里有唱戏的，想过来要几个同源。你说你是听到唱戏声才进来的？对啊，原以为有不少人看戏呢，想着多要一点。老爷，我一推门，忽然就没声了。你进门之前，唱戏声都在吗？对啊，碰到个自杀的，一个晦气的。等会儿，你根据什么说是自杀呀？你看见了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我进了前，他先把那个老的杀了，然后他又自杀了。关键是这院里也没看见什么人呢，这不是自杀是什么？难道见了鬼了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尸体？大概玉弟，王记馄饨刚出汤。哎，你乖，要没啥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快快快，走走走。肯定还有另一把凶器。这个口质可不便宜，不像是他能买得起的东西。他今天涂的不是这个。你是狗鼻子啊？我奶奶也这么说我。秦法医，秦法医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听得到，你在哪儿？听得到呀。站住！哎，救命啊！混蛋！还做我黑金刚，这是我用红庙香灰养大的，赢了的话，3条命你都不够赔的。红庙香灰，骗骗外地人差不多。看到了吗？江北重犯拿辣椒水泡出来的，什么黑金刚？辣椒水啊！啊！跟我玩火烧连营是吗？不说清楚，一个都别想走！你想怎么样啊？还卖我假的？真的假的啊？是不是假的？还骗到我头上来了？什么假的？说清楚！赵探长，云飞燕的魂儿昨儿在来仙戏院唱戏呢，那写还是不写他呀？放你娘的罗圈屁！那除非棺材板成精。你是听谁说的？有兄弟亲眼看见的。
你确定是同一个人唱的吗？两个人，一开始是小唐春，后边隔了好久，又有另一个人唱。你确定？后边那个人比他唱的好多了，有云老板那味儿。云老板，云飞燕。像的，像云老板。这云飞燕是上海出了名的旦角，连着几年都是李元航的魁首。几天前被人发现，竟然是女儿身。这个新闻把整个上海滩都翻了个底朝天。女扮男装10几年，都没有人发现。要我说啊，这云老板就是生不逢时啊。那过去不让女人登台，一水儿的男旦，可是后来不也有了毛儿戏吗？但又都是女的，直到10几年前，终于放开了，可以男女同台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云老板自杀是因为这则丑闻？听说曝光以后啊，戏迷不但没有追究云老板，反而是到戏院去支持云老板。但是他自己应该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。戏开了，人也自杀在台上。云老板自杀，有没有报案啊？没有。葬礼呢是戏班的人给办的。你不会真以为云老板会死而复生吧？都在这里了。影楼里关于云飞燕的底片都冲洗了一遍。就是这套衣服，白天在弄堂里逃走的人穿的就是这套衣服。你说你白天追的那个人是云飞燕？真是活见鬼了！云老板每周3晚来给女工上课，他教女工算账识字，免得被人克扣工钱的时候，连账都算不明白。这张照片你见过吗？那晚云老板是从这儿走的吗？是。那天课上到一半，云老板身体不舒服，就先回去了，还是我送的他。那你送他去了哪儿？云老板半路昏睡过去了。要不还是去医院吧。前面有拐就到我家了，让云老板先去我家休息一会儿。你是说送他回去的人是小唐春？对，云老板每一次出堂会，戏班都会派人跟着，云老板会让他在弄堂口等着。那天来的就是他。先生，您看一下这封遗书是不是云老板写的？这首绝笔诗平仄失调，云老板平时不止一次批评过这种打油诗，绝不可能是他写的。你们知道云老板是女的吗？先生是男是女，对我们来说都一样，男女本就平等。这个送给你，布条勒久了不健康。谢谢。哎，二位，我知道你们是巡捕，云老板一定不会自杀的，请你们还他一个清白。云老板，黄泉路黑，想借您的闪光灯引个亮。云老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说我欺世盗名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欺了谁的世，盗了谁的名？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，是小唐川说的，是他说，他嫉妒你的亲友，只有您现了真身，他才能够顶替您的位置。是他给我钱，让我配合的。钱？哦，钱。在这儿，都在这儿。这些钱我没有花过，我留着给您，
钱小伙上供呢。说，你们怎么配合的？一五一十的给我交代清楚。你不是于老板？饶命！饶命！我都说，那天我们约好的晚上在他家见面，可是当我赶过去的时候，于老板就已经被小唐春给迷晕了。瞧你这出息，死不了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这样，袁老板可就彻底毁了。之前我一直想不透，我到底差在哪儿了。后来我突然想通了，不是我不够好，而是只要有你在，我就成不了全儿。反正你早晚会被人发现的，不如把这些班子让给我。这怎么看着像云老板啊？这是云老板？云老板怎么是个女的？骗子！这不是骗我们吗？是啊，骗我们的！怎么会是女的呀？就是啊，对，骗了这么久，这不是骗我们吗？为什么要骗我们呀？所以是小唐春杀了云老板，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。但是我听说云老板的冤魂总缠着他，后来就把他给吓疯了。或许不是我拍那张照片的话，云老板就不会自杀了。自那天以后，我这个手就一直抖，我就再也没有拍过照片了呀。云老板护着饥荒的孤儿时，你拍他善举；他被迷晕八一时，你又拍下他丑态。我一时糊涂，混口饭吃。来，笑一个。明天登报，标题就写“无良记者收受贿赂，勾结小唐春构陷黑幕”。带走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云老板根本没死？那天小唐春看到的就是云飞燕，云飞燕为了报复杀了小唐春和孟三。即使云老板真的死了，也一定不是自杀那么简单。看来得问问云老板了。林探长，死者为大，云老板生前就爱清静，这样贸然开棺，恐怕会惊扰了亡魂啊。扰云老板一时清静，还他一世清白。有人想让云老板死无对证，那就只能开棺验尸。今因云飞燕案未明真相，冤屈难伸，奉律开验，扶起鉴察，惊动尊灵，实非得已，望扶为恕宥。这棺材被人打开过。
这是指甲的抓。云老板没死，所以这个云老板是被下葬后自己又活了过来，然后自己逃出的这个棺材。那就说得通了。小唐春是看见了真正的云老板，自己做贼心虚才疯了的。后来云飞燕又杀了孟三和小唐春。那如果凶手真的是云飞燕的话，他杀了人之后为什么不离开现场，而是躲到后墙唱戏，直到乞丐出现呢？有没有可能他是想利用唱戏的声音，制造虚假的死亡时间？伪造死亡时间一般是给凶手做不在场证明的，但是你差点给他抓个现行，他这不在场证明也没做成啊。凶手可能还有另一个人，他这么做是在给那个人制造不在场证明，冒着被抓的风险。那这个人跟他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吧2名死者死于不同的凶器，那如果凶手是2个人，就说得通了。你们几个真的是无风无体的死法！现在各大报社都在严查虚假新闻，搞得乌烟瘴气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青年大老爷了？惩恶扬善是我们的职责。张督察，登报的钱是我们几个凑的，您看能不能？能不能报销是吧？没问题啊，把遣散费一块给你们报了吧。啊！舅舅，我们目前认为这2起案件，全上海都知道他是自杀的，这棺材板还盖不住你们几个了。还有林兰，你要是再无耻生非的话，马上收拾东西回法国。明天再不结，刑4科就地解散。看什么？不用干活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们昨天的壮举啊，将要载入史册了。到底是什么人，值得他这么做？左手第1排第2摞，架子上左手第2排第2摞。没啦，云老板的新闻就这么多了。这么多年的东西，三喜姐，你是怎么记得放在哪儿的？只要是乔三喜过过眼的东西，再久都记得。我也是云老板的戏迷，这些都来回看过。应该是一个和他关系很近的人。我查过了，他只有一个父亲，但是多年前已经过世了，再没有家人了。那就是朋友，关系很好的那种。怎么一张合照都没有啊？哎呀，还是老了，记不牢了。那，哎呀，讲起来呀，他们的合照就这么一张，把他们拍的实在是寒酸。昔日昆凌金桂枝沦为娼妓，当红名角云飞燕当街认子。云老板不是女的吗？这个金桂枝和云老板什么关系啊？这金桂枝啊，是云老板的师妹，以前是同一个戏班的。师妹怎么会沦为娼妓？那记者瞎写的呗，他们说的话哪句能信？10句9句不灵光。你是说他们写的都是假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那我那天也在的呀。哦，金桂枝还跟我买了根油条呢。哎，来点啥？给我根油条。好嘞。到了。休息会儿呗。来，没事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请你吃，强哥 right 没少蹭您的戏。不白吃您的，等我找着戏台子了，请您进屋里听。感情好啊那。慢走啊。
还得吃得很快。哎呀，对，挺好吧？金贵之，昆曲金贵之，是他，是金贵之。金老板，你这是赶行到蟹肉庄来唱曲了？你快走吧，这地界乱。我吃我的油条，关他们什么事儿？哎，走吧！哎呦，出来呀！来呀！怎么了？这金老板怎么成大肚子戏子了呀？都成大肚子戏子了！台上演真情烈妇，下了台原来比戏文还精彩啊！哎呦，还打人呢！上手了！你那姘头是不是把你当破鞋扔了呀？跟我走吧，也让你爽爽。瞪什么瞪啊？还真当自个儿是贞洁烈女了呀？来呀！就是看金老板对不对？装什么呀？装什么呀？就是平常不齐的摇钱儿，嘿，都是下九流，装什么装？你这野崽儿啊！做一单位野狗！滚回你的野鸡窝！再看呀，到底烂不烂呢？啊！住手！肯定是和哪个男人回来的嘛。是啊，真不要脸！他是这种人，就是连个爹都没有，爹主，连爹都不知道是谁的杂种。对啊，就是一狗杂种。别走。恶心！诸位今日倒比捧我的戏还热闹。你们小特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，这孩子姓云，是我云飞燕三跪九叩求了祖师爷，要捧在心尖的亲骨肉。别怕，我在呢。当年师傅临终前，我对着他老人家的靠旗发过誓，往后但凡有一人听我的戏，我都要护梨园子弟一日周全。今日这事要改了，从今往后，但凡有我云飞燕一口气在，我便是你和孩子的靠旗。孩子出生之日，诸位喜欢嚼舌根的，尽管来。我来仙戏楼3天免票，让你们听个够。到时候我要让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，他金贵之生的是我云飞燕的亲骨肉。哦，真是云老板的孩子。他应该就是云老板当年认下的那个孩子。云老板愿意这么做，看来金贵之和云飞燕的关系不一般。云老板这么做，有没有可能是为了给金贵之制造不在场证明？那金贵之为了云飞燕杀了小唐春，也就说得通了。什么语？我看是野种认爹吧。这云老板是你的，这小娘皮指不定4马路上哪个野男人下的崽。对，野种，下去吧。哎，忍住了，把戏看完。哎，怎么不唱了？下去吧。哎，不唱，走。哎，走了。哎，没走了。哎，怎么开了？是啊。
怎么回事啊？来了，这又开了这。金老板，金老板，金老板是金老板，金老板，哎呀，诸位不是要查族谱吗？来，不必猜了。16年前的7月7日，石库门后的弄堂里，2个烟鬼把我捉到烟馆里欺辱，这个就是他们用烟枪烫的。各位眼熟吗？在座的有人当晚就在场。过来吧你！紧隔着一扇门，弄堂里的太太和老人们，想起来你们是如何见死不救把我往火坑里推的吗？好几天了，老子都憋坏了。那晚那么黑，你能看见谁呀？云老板当年挺身相救，今日我必还他一个清白。云老板，当年你替我顶生父名，今日我还你亲娘位。从今以后，金凤鸣就是云飞燕之女。刚才在台上吓着二位了吧？怎么会？那些人满嘴仁义道德，实际上就是茅坑里玩鞭炮，臭气熏天。请坐。那叫道德绑架，不过一个意思。这蜜饯有些干了，我去换一份。啊，不用麻烦了。那个是云老板的凤冠吧？那是云老板第一次登台时的凤冠，唱的就是今天这出《贵妃醉酒》。今天金老板，哦，小金老板，唱的也挺好的，就是被底下那帮人给搅和了，太可惜了。云老板没了，我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。不过凤鸣也长大了，该知道了。你们今天来不是为了听戏的吧？我们最近在查小唐春的案子，有人告诉我们，小唐春出事前几天说看到了云老板。这是什么鬼话？想见的人见不到，他倒看见了。小唐春和孟三遇害当天，有人在他家听到了唱戏声。我们怀疑云老板可能还活着。你后来见他是什么时候？如果云老板还活着，为什么不来见我？他对您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吧？我6岁时被卖到戏班，从此便没了家人。那时候毛二戏不受待见，小唐春10点叫，师姐接着。浑浑噩噩的学了几年，也没唱清个门道。直到那天，隔壁戏班来了一个新人，可这墙头那一嗓子，真像是打哪儿飞出了一只黄鹂鸟。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刚才是你唱的吗？再唱一句听听。这儿破了一大块，回去被他们班主狠狠地打了一顿。他也不吭声，就那么受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
和你一起的那个师妹是小唐春？是。她比我晚几个月到戏班。她是什么时候知道云老板是女的？我不知道。我跟云老板发过誓，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。走开！走开！都给我撒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小心我来升格的！走吧，别真伤到人。都给我看！云老板替我担了责，他们老班主赔了钱，心里不痛快，罚他在雪地里跪了1天1夜。不要吓我！你腿要是废了，就再也唱不成戏了。林燕姐，林姐姐，我爹从小让我当男孩，说只有男孩才能接他的班上台唱戏。现在他死了，女孩也能上台唱戏了，可我却永远也变不回去了。我不说，我发誓，你不让我说，我就永远不说。林姐姐，云老板，金老板。云老板，金老板。后来男女可以同台了，2家戏班合成了1家。我们每天还是同进同出，免不了有人议论，但我们不怕。只有我们知道，我和他是知己，是金兰之交。他不想说，我就替他守一辈子。可他既然已经认下了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还要离开云上班呢？我总是那个闯祸的人，他为我做的已经够多。他想让我挺直腰杆做人，但我们留下来，只会成为他的软肋。你替他守了半辈子的秘密，被人以这样的方式公之于众，你一定很恨小唐春吧？恨，当然恨。恨我没有亲手了结了他，没有给云老板一个交代。你知道是小唐春杀了云老板？云老板遇害那晚，我也在。今儿还唱吗？出来吧。怎么穿成这样？学起我来了？门口都是记者，要是被认出来，还不搅了你这出戏？我这一登台，你和凤鸣就有的受了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无论你是男是女，云老板就你一个。你用男儿身护了我们娘俩半辈子，从今开始啊，我来护你周全。踏实的唱，唱完这出儿，我陪你堂堂正正的走出去。走了，秦老板。云老板，要不今儿咱别唱了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是怕我一登台你就没机会顶替我了，还是怕我把你这些年的脏事儿在台上给抖了出来？云老板，
我相信您的为人。这些年我把你留在身边，不是要捧你，是要看住你，免得你再去害别人。但是今天我才知道，你是不会变的，所以你永远也成不了角儿。曾经不是，以后也不会是。唱完今天这出戏，就别再来了。云老板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这辈子只爱唱戏，如果您不让我唱了，那我宁愿去死。好，那就成全你。不用了。今儿就这么唱。小姐，没人啦，出来吧！出来了啊？还不出来？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怎么会这样？云老板还留了遗书。你明明知道是小唐春，为什么不报案？我没法证明我说的是真的。这个世道真假黑白说不清。不管云老板是死是活，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的。对了，金老板，前天上午9点，你在哪儿？那天凤鸣唱早场，8点开场，唱完我就去帮他收拾行李了。收拾行李？他要出远门吗？我想让他去北平，离开这儿，也许会对他好一点。今天打扰你了，金老板。最近我们可能还会再来找您问话，麻烦您不要离开上海。如果云老板没死，那金桂枝和云飞燕很有可能是联合作案。可如果是联合作案，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？我们知道的越多，就越有可能怀疑他，不是吗？刚刚那个人是云飞燕。他不是云飞燕。可是我刚刚明明看见他了。怎么了？我看到你
看见我怎么了？中毒。你确定你这秘方真管用吗？这是我自制的驱暑剂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确定刚刚那个人不是云飞燕？看样子是个20多岁的男人。北平已安置妥当，廊下设了牡丹亭戏台，4月18带你北上，酒谱手书。北平寄过来的。4月18不就是明天吗？油墨味这么重，字迹都没干，一看就是刚写的。这个人根本就不在北平，为什么要伪造信件？还有这个衣服，明明是云飞燕的，为什么会在他身上？查到了，这个人全名叫于九甫，是苏州纺织厂的于大少爷。刚刚那个人就是他。金桂枝说要带金凤鸣去北平，很有可能就是去见这个于九甫的。但这个于九甫不在北平，还有，他为什么要穿云飞燕的衣服呢？那天在案发现场的那个人，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云飞燕，而是这个于九甫。他是想用这封信来给自己伪造不在场证明。很多案犯都会故意留下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的。宝哥，你去一下各个车站，查一下小唐春案发当天这个于九甫有没有买过去往北平的车票。好。你是怀疑于九甫杀了小唐春和孟三，可是那天他的邻居明明听到云飞燕唱戏的声音啊。那个人应该不是云飞燕，而是金桂枝。金桂枝从小就和云飞燕生活在一起，而且他们唱的都是旦角。金桂枝很有可能是在故意模仿云飞燕的声音，而外人却很难分辨。宝哥，派人盯紧金桂枝。我现在就去吧。但这个于九甫跟小唐春根本就不认识，他为什么要杀人呢？还有，这个金桂枝他为什么要模仿云飞燕的声音，让我们怀疑是云飞燕杀了人？你这就好了？啊，我刚不说了吗？我的秘方包治百病。你不是中暑了吗？怎么跟吃了毒蘑菇一样，还出现幻觉了？毒蘑菇？幻觉？这蜜饯有些干了，我去换一份。不用麻烦了。你把这个滴到证物里，看看颜色有没有反应。好。银针试毒准确率只有70%，早该淘汰了。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肯定有用，但要看怎么用。现在用的铜片，有一天也会被淘汰的。这也没变化呀。那就说明不是砒霜、汞之类含硫的毒。我这也没变化。那就一定在这儿了。是乌头碱，附子中提取出的毒物，误食之后会让人神经系统受损，出现口干、呕吐、麻痹，产生幻觉。过度摄入会导致人心律失常、多器官衰竭，
最终致死。你的意思是，小唐春之所以看到了云飞燕，是因为她中毒了，产生了幻觉。那天在金桂之家，只有我吃了那个蜜饯。那个装蜜饯的碗碟，之前应该用来蒸馏过附子，那残留在碗碟上的乌头碱成分就粘在了蜜饯上。这个我刚验过了，没有变色反应。他家梳妆台上只有这个是进口品牌，应该不是他的东西。那会不会是金桂枝把有毒的东西掺在了小唐春的口汁里？在小唐春死后，金桂枝又用自己的口汁替换了小唐春的口汁，所以我们才检验不出来。那如果小唐春看到的云飞燕是幻觉，那真正的云老板去哪儿了？这个云飞燕啊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确实太奇怪了。B， 一般自杀的人起刀深而收刀浅，有脱尾，但这个刀刃直穿心脏，更像是他人持刀直刺。哎，你们看，云老板唱青霜剑时惯用右手持剑，而照片上的他握着匕首的手却是左手。看这个脚印，这行脚尖向外，血痕清晰，应该是凶手在杀人后离开时留下的。下面这行脚尖向内，血痕较浅，应该是凶手折返时留下的。最下面这行脚尖向前，相对模糊，而且比较凌乱，应该是最后留下的。当天和云老板同台的人是谁？小唐春。从小唐春的采鞋底提取了陈旧血迹，应该就是云飞燕的。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应该就是小唐春谋害了云飞燕。还真是印证了洛卡德交换原理，凡有接触必留下痕迹。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，凡借尸布阵者必留三痕，凶器为何，姿势背长，血路断魂。可是这刀直插心脏，云老板还有可能活着吗？这种刀至少长15厘米，直刺心包，还被掩埋过，活下来的几率很小。还有一点，乌头碱是剧毒，虽然不会马上毙命，但随着剂量的增加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器官衰竭而死。这个金桂枝既然已经下了毒，为什么又突然改变了计划？他完全可以等到小唐春毒发身亡。林探长，金桂枝有动静。金桂枝刚才来过了，这刀应该就是他留下的。你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跟刚才来的那个人认识吗？说话呀！来，
你写下来，谁干的？孟三和云飞燕。是云飞燕带着孟三来的吗？是云飞燕绑着孟三来的。什么时候？10天前。怎么了这是？哟，这不是云老板吗？哎，不对，嘿，应该叫云妹妹。是他吗？另一个呢？黄麻子呢？快叫这儿来！他前几天死了，药没打成进脑子了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埋哪儿啊！云老板，他们俩干的，他们俩逼我干的！放你娘的狗屁！是他当年告诉我们戏班有个厨可以随便玩，还要了我们1人10大洋的买红剑。还记得那女孩的名字吗？记得，叫金贵珠。不许再提那个名字，要是让我知道，下次掏的就不是你这张狗嘴。娘的！张二宝，把人带回去，好好的审。好嘞。你还有这心思呢？走，给我走，快点！还追吗？人应该没走远。追什么？我看月亮呢。你平时连一只老鼠都怕的人，竟然去挖了那个人的舌头。你早知道是他们干的，对吧？桂枝啊，快开门！桂枝，哟，孟叔，怎么了？快进来说。快去救小郎春啊！他让2个大烟鬼耍去4马路那边了，我这腿也追不上，你快去啊！哦，哎呀，那是2个大烟鬼，你拿着这个，碰上巡捕再把你抓去了，你快去啊！快去！哎。人呢？您把他带到哪儿去了？都等你半天了，老子还以为你放白鸽了。干嘛？等我干嘛？干嘛呀你？老子我花钱了，10人都打烊了。放开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太太！放开！我求求你放开！崔管事，桂枝姐是因为我才被他……胡说！按了这个手印，就是和野男人跑了，省得脏了云上班的招牌。你们想逼死我，门儿都没有！我偏要活着，我偏要活着，我偏要活着！是你干的对吧？你跟你爹给我等着，我金桂枝早晚要了你俩的狗命。好啊，那你跟云老板商量商量。万一他女扮男装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了，你们2条丧家犬未来可别来找我讨食。可是金桂枝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金凤鸣的身世说出来了，完全不顾金凤鸣的感受，现在又拿着刀要去灭口。确实奇怪，如果云飞燕真的藏在金桂枝家，那金桂枝应该早就知道云飞燕去过，除非云飞燕真的已经死了。他奶奶的，非得说晚上要加钱，硬是多收了我5块大洋。于九浦确实是购买了作案当天，也就是4月15号中午12点去往北平的车票，但是卖票的说他是头天晚上排的队，而且买了2张，其中1张应该是买给金凤鸣的。报案人发现尸体的时间是中午1点，那于九浦的车票正好能证明他是没有时间作案的。
但他其实根本就没走。金桂枝确实有杀害小唐春和孟三的作案动机，但于九浦为什么要帮助金桂枝啊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为什么不走？我不能一个人走，凤鸣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闭嘴！你要好好活着。宝哥，清溪，快！这不就是碳吗？你喊啥？你没见过碳吗？这不是生火做饭的碳，这是一种活性炭，一般用来缓解氧化和吸附气味的。这怎么一股福尔马林味儿啊？不只是福尔马林，还有一股臭味，是尸臭。哎呀，咦！活性炭可以缓解尸体的氧化，还可以吸附空气中腐烂的味道。这应该是每天替换下来的。尸臭？你是说这戏班藏着尸体？云老板，云飞燕。以前总想着能和你站在戏台子上，后来有了风鸣，就想着只要你们还在台上就好。可是这戏现在少了你，就不能叫戏了。别害怕，等过了明天，九浦带着凤鸣去了北平，我就来陪你。以前做梦都盼着这么一天，现在男女居然可以同台了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多好！以后咱就唱咱们自己写的戏本子，咱们一起唱给座儿们听。这消息可靠吗？哎呀，别跟之前似的，外面都嚷遍了，就你跟个惊弓雀似的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唱《霸王别姬》，被老班主给发现了，他喷了你一脸茶叶沫子。以后咱不唱《霸王别姬》，不演《梁祝化蝶》，就唱金桂枝和云飞燕。哎，我想到个名字。福生梦，浮生梦，粉墨遮眉痕，水袖藏娇。哦，好啊，这句好。粉墨遮眉痕，水袖藏娇。师姐被戏班赶出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师姐在外面跟别的男人偷情，结果有了孩子，她不敢告诉你，就让我偷偷去买了落胎粉，结果被崔管事发现，就把她赶出了戏班。哎，师哥，师姐说她没脸见你，让你别去找她了。金桂枝是什么人，我比你们清楚。刚才那番话别再让我听见，否则无论是谁，我都饶不了他。
哎，您是巡捕房的。我们要对这里进行全面的搜查，希望你能配合啊。金小姐，我们是巡捕房的。你是来找我母亲的吧？这个时间，她应该在佛堂。你是金凤鸣？昨天就看你们来过，有什么事儿问我也行。听说你唱完这出戏要去北平。上海是的，可是容不下我，不如换个地儿。北平是个好地方，去了北平还唱戏吗？有人搭台子就唱，没人搭台子就不唱。除了唱戏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于九浦应该已经把戏台搭好了，不唱就怕他会不乐意吧。他不懂戏，也不是戏里的人，不像我的母亲，戏里戏外分不清楚，不知道是梦着还是醒着。袁老板没了，我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。不过凤鸣也长大了，该知道。你和于九浦是怎么认识的？他经常来听戏，一来二去就认识了。16年前的7月7日，2个烟鬼把我捉到烟馆里欺辱，这个就是他们用烟枪烫的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应该在北平吧。我去看看我母亲好了没。金桂枝，之前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是你和于九浦？现在我明白了。明天中午12点会新楼，对方叫于九浦。你昨天说要我们还云老板一个清白，我们在小唐春的鞋底下发现了不属于他的血迹，但想要最终确定，就需要云老板的尸体进行血液比对。不重要了，那个人已经当着我的面承认了一切。袁老板的仇，我替他报了。你们先过去讲，好，到明天见。好了，下次是来。好。这个不是我要杀你的，不是我要杀你的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你看看你自己，就为了一出戏，为了能成角儿，值吗？值吗？是你们逼我的。之前金贵之在，你们连正眼都不看我，好不容易他走了，你宁愿
院改戏班也不愿意让我唱正角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戏院直接让给我就好了呀？为什么要逼我？为什么？你成不了角儿，永远都成不了。曾经不是，以后也不会是。是你们逼我的。本来你只需要等着药效发作，小唐春就会因器官衰竭而亡，但这中间出现了差错，因为金凤鸣，对吗？对不起啊，这地儿不太好找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听我父亲说，你是巡捕房探长，女探长倒还真是没有见过，所以我就让我父亲特意约了你。我们明明昨天才见过。还有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北平吗？给你带的，时间来得及的话，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看。巧了，我也有东西要给你，听说是定制的，丢了不好配，而且你衣服是借来的，我怕你不好交代。别浪费时间了，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。金凤鸣已经死了，对吗？凤鸣还是个孩子，他有他爱的人，还有很多想去的地方。唱完这出戏，你想去哪儿，我绝不拦着你。妈，这出戏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这出《浮生梦》，我和云老板等了一辈子，最后还是没有唱完。你替他了了这个心愿，这是我们欠他的。妈，我到底是谁的孩子？你记住，你的命是云老板给的，你是我和云老板的孩子。那天晚上，凤鸣答应我，第二天唱完戏就跟我去北平。我连夜排队去买了票。凤鸣，我不记得那天我抱着凤鸣待了多久。后来金桂枝找到我们商量好，第二天这场戏照常演，不但要演，还特意登了报。我们觉得如果凶手看到了，肯定会来探个究竟。那天金桂枝想办法扮成凤鸣，上台唱戏，我就在台下看谁有异常的举动。不可能，他死了呀！他明明死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他明明死了，他死了，走，不是，我这进来了，他死了。
戏散场后，我去了小唐春家，看到小唐春疯疯癫癫地站在戏台子上。我拿着准备好的匕首，去了他家。我用准备好的刀捅了他，我就把他给杀了。然后孟三突然从房间里出来，我就把他也给杀了。最后，我用红缨枪瞄准小唐川的伤口，刺向了他，摆成了卧鱼的姿势。你用什么杀了孟三？匕首。你杀小唐春的时候用的什么凶器？一把匕首。单刃还是双刃？双刃。你确定是匕首，不是一把军刀？我忘了。忘了？所以你并不知道金桂枝用什么杀了孟三？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于九浦当时用什么杀了小唐春？金桂枝没去过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。那云飞燕的衣服为什么会在你身上？你昨天在台上故意当众承认你曾被人玷污，然后又在晚上故意将我们引到那个独眼龙家，为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当年孟三和小唐春对你做的恶事。金桂枝一定以为你已经坐上了当天12点的火车去了北平，但你却不想一走了之。而且你也知道，我们一定会找到杀害云飞燕的凶手就是小唐春。这样一来，你和云飞燕就有充足的作案动机，合谋杀害孟三和小唐春。你制造金凤鸣还活着的假象，也是怕我们第一时间怀疑他。你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保护于九浦。你想替他顶罪，但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做是在害他。以他的作案动机和其他的人证物证，他很有可能会被轻判。但如果你不说实话，他不但会被量刑，还有可能罪加一等。离开戏还有30分钟，只要上了台，他就没有机会了。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他现在应该已经自首了。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没走的原因，因为他想一个人背下那2条人命。你现在必须跟我们说实话，我们才能帮你们。法律是无情的，但法袍下是活生生的人。你以为你在帮他，但其实是把他推向死路。我都告诉你。我说，那天我去了小唐春家。师哥，师哥，快过来，一会儿做门都等急了。师哥，我想通了，既然你不想走，那我俩就一起唱，以后这戏台就是我俩的了。那个金凤鸣想抢你的戏，被我发现了，我替你抢回来了，师哥。你为什么要逼我？为什么要逼我？师哥。
是他杀了风鸣，他是杀人犯，他才是杀人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有我在呢，别害怕。我不是。不行，不能这么出去。这样，你把碗插好，等我回来。我回来找了一套云老板留下的衣服，又带了一支用过的口脂，回到了小唐春家。出去以后找个地方把它给扔了。你记住，你从来没有来过这儿，一定要赶上中午12点的火车，然后给凤鸣写封信，就说3天以后北平见。从此以后，凤鸣就在北平和你一起。走，走。走，别再回来了。我本来想把它伪装成自杀，就像他对云老板做的那样。但是你却发现你找不到那把匕首，因为那把匕首就在于九浦换下来的衣服里。这个穷鬼，催命鬼，我说呢，
原来是你呀！出来吧，好说。都好说。我把那杆红缨枪插到了小唐春的胸前，掩盖了之前的伤口，摆成了卧鱼的姿势。然后我继续唱戏，只要左邻右舍都能听得到。等到了12点，酒谱上了火车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你想让我们认为小唐春和孟三发生了争执，小唐春在杀害孟三之后选择了自杀。但尸体不会骗人，只要是犯罪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是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以前戏班里有一个孩子掉进了水缸，等巡捕来的时候，看了一眼皮肤就知道死了多久。我知道，我还是瞒不住了。所以你想到了云老板，一个能替于九浦担下所有的人。你说于九浦死心眼，不懂得变通，但是把凤鸣交给他呀，你会放心，因为他对凤鸣也是死心眼，满心满眼的都是他。现在那个孩子为了凤鸣捅了一个天大的窟窿，我一个人都不住了。所以你带走了云老板的尸体，并故意留下抓痕。你想让我们认为云飞燕还活着，这样你和云飞燕就可以替他把罪认下。为什么越是我在意的人，我越是保护不好？如果你没有给小唐春下毒，他就不会精神失常，或许金凤鸣就不会死。我就不该让凤鸣长那一出戏。云老板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会怪我的。走。你就不怕我一走了之啊？这是公共租界，我没有执法权，你可以走。我没有权利扣押你，而且这个地方离火车站只有5分钟车程，你可以有新的人生。之所以把见面地点改在这儿，是我想把你应有的体面还给你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面对这一切。谢谢。
姐，没人啦，出来吧。你说，如果我们当时没有接这个案子，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？他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，即使我们不来，他也不会过得心安理得。下头是泪，三寸不及他却困，不他碎，爱长河。梨花心落山，以前做梦都盼着这么一天，现在男女居然可以同台了，我都不敢相信了。多好！以后咱就唱咱们自己写的戏本子，咱们一起唱给座们听。唱完这出啊，我陪你堂堂正正的走出去。走了，秦老板。你们小头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，这孩子姓云，是我云飞燕三跪九叩求了祖师爷，要捧在心尖的亲骨肉。我不说，我发誓，你不让我说，我就永远不说。云姐姐，云老板，秦老板，云老板，秦老板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刚才是你唱的吗？再唱一句听听。谢谢你，让我看到了这出戏。换完衣服，我就跟你们走。都仔细的搜。没找到。奇怪了，尸体肯定在这儿啊。齐心呢？没有，没看见。不对啊，金会师怎么也没了？
我闻到一股烟味。这还有气儿，快搭把手，快！慢点，慢点。欣欣，欣欣，欣欣，醒醒！欣欣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医生，医生，快救救他！快！先送到急救病房。小心！小婉之前做过切肺手术，这杨大夫还是靠不住，对人跟对机器一样。麻烦您用最好的材料，把伤口重新缝得漂亮一些。我太太生前总是说，她这伤口上好像爬了一根大虫子，难看的要死。爷爷，是玫瑰齿。我太太她得了绝症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她这么痛苦。麻烦您让她走得体面些。林先生节哀，我会让林太太走得体面的。你们是医生吗？能让我妈妈醒来吗？我们不是医生，我们是寿材店的。那为什么要给妈妈做手术？她已经做过很多次手术了，她说再也不做了。那不是手术，我爷爷是缝尸匠，是来给你妈妈填补肉身的。你妈妈她少了半个肺，爷爷说只有全尸才能让去世的人投胎转世。会很疼吗？不会的，一点也不疼。那转世以后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？能啊，不管你在哪，他都会找到你的。真的吗？可是，万一他迷路了怎么办？万一等他回来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他不认识我了怎么办？这个送给你吧。
爷爷说，迷路的人能顺着铃声找到回家的路。孩子，擦擦脸。秦心他还在抢救。孩子别担心，这点事儿伤不着他。你回头帮我好好的训训他，这么毛躁，怎么能当好一名法医呀？哎，你是秦心家属啊？病人现在虽然说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但是由于他吸入了大量的一氧化碳，很可能之后会引发迟发性脑病。什么意思啊？简单点说就是痴呆，很可能会有认知障碍。啊。问题不大，我的秘方包治百病。这果然是一家人啊！爷爷，他醒了。哎呀呀！亏你还是法医，一点常识都没有，真是吓死人了。秦心，秦心，他醒了。这以后不许单独执行任务啊，多危险呢！嘿嘿嘿，他怎么了？我去叫医生啊！哎，宝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现在这个事儿吧，有点难办。咱这案子刚破，他就这样了。我估计啊，咱这科室得散。啊？这不行的呀！我还要积累办案经验，准备考博士的呀。那博士没什么用啊，办案还得是混街面好使。但现在问题就是，他成这样了，肯定没法工作。要是科室里没有法医，这科室就得解散。我估计啊，我也只能去干点那个什么登记的那个活了。这个法医，我们就找一个新法医嘛。哎，对啊，我听说有一个德国留学回来的啊，正办那个登记手续呢。哎，留学回来的不见得好，本土人情世故都不懂。我也就是看着老，但经验也多呀。以前仵作的活我都会，要不我来？休想！没想到你们一个个的这么薄情寡义，我还没信呢就想杀驴啊！哎呀，你呀你！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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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。来，这个顺着吃，小笼包。
难怪是总吃这家，真好吃啊！要是知道是这家，早就进来了。哟，呸！赶紧敲木头！你吃吗？真的好吃。你吃，给你买的。我尝尝。对了，在地窖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云飞燕和金凤鸣的遗体，还有金桂枝呢。他醒了，应该被收押了。如果我们没接这个案子，是不是就真的以自杀结案了？那金桂枝就自由了。我当时闯入地窖，看到金桂枝打算和云飞燕、金凤鸣的遗体一起葬身于火海，我那一刻忽然就明白了，即使我们不抓他，他也不会苟活于世的。云飞燕和金桂枝是他们亲手为自己挑选的家人，是彼此的希望。云飞燕不在了，金桂枝的世界就再也没有光了。他应该早就想到过这一点。这可能就是裸体为姊妹，或许骨肉亲。唉。